哎，徐老师，有事吗？罗律师，你在印花所吗？啊，对啊，我加班呢，在看鼎新和万和的债权情况。吃饭了吗？准备加班到几点？那我这加班可就没准儿了。吃的我倒是备了点儿。怎么了？您有事吗？要不要喝杯咖啡，提提神？喝咖啡？这点儿去哪儿喝咖啡啊？嗯。谁呀？外卖。是徐老师吗？哟，真是您啊，徐老师！你的外卖到了。你还把咖啡送来了，快请进，快请进。我让助理呢，准备最新的鼎新和万和债权相关的资料，给你做个补充。哎呀，我也没来过这儿，想顺道过来看看。啊，哎，我们这儿比较简陋，这刚搬过来，您看那边还有一堆纸箱子呢，不过之后肯定会装修的。这就是你备的吃的？嗨，随便垫一口吧。对了，徐老师，您吃饭了吗？我也没吃呢。那我给您煮碗面吃啊。谢谢。你办公室是哪个呀？哦，这个。你们所现在一共几个人？我们所现在3个人。我们的案子很大，不打算多招一些人吗？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团队啊，以一当十。哎，跳闸了。这楼啊太老了，电路都是老的，都坏了。徐老师，您稍等啊，我去找找这电闸去。我去吧。您去？您知道电闸在哪儿吗？我知道。哟，功率太大了，容易短路。您怎么知道电闸在哪儿啊？卓越所第一个办公室啊，跟你这差不多。其实没你这好呢。我都不叫它卓越所，叫它亭子。亭子？为什么？卓越所刚成立的时候，是我第2次出看守所，因为被拘留过，所以啊，案源紧缺。打公益案子呢，不挣钱。又容易得罪人，反正就是穷，一包泡面恨不得掰开2份来吃。那年冬天啊，帮一群聋哑人打赢了一个诈骗案，结果对方把律所给砸了，把电线给绞了。大冬天的，黑灯瞎火，四处漏风，就差没把屋顶给掀了，所以我叫它亭子。那这么比起来，我们这好歹是个帐篷。徐老师，你知道我们平时还老说自己工作有多艰难呢？听您这么一说啊，真的显得我们都矫情了。我想说的是啊，你们的律所不管是简陋是豪华，是人多人少，这不影响你们的能力，也不影响我对你们的判断。不过上次确实是想把你们换了。啊？是您想换掉我们的？我们都以为是合伙人的意见。是我的意见。我相信你们的能力，梅先生也认可。但你们所呢，没办法给卓越所背书，而且你们没有管理人的资质，你对破产项目也不是很熟悉，不是最优选择。所以，您后来决定用我们，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万和的藏匿资产。就这一碗啊？嗯。那你的呢？哦，有面包，还有您带来的咖啡。你知道吗？嗯。这就是你们的价值，没有你们啊，我签不下字信。徐老师，谢谢您的坦诚。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找破产重整的相关资料，您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案子，叫筑城案？这个案子
是我做的。当时作业所呀，没人没钱没活儿，还雇佣了残疾人。幸亏梅先生让我们接到了商业的案子。罗律师，你怎么知道这个案子的？除了法院和量程所，案卷是看不到的。其实您不知道，我们是为量程所开了的，所以我跟这量程所啊有大仇。之所以争取这个万和的案子呢，也是跟量程所有关系。但是有一个秘密，我告诉你，量程所里面有我的内线，所以搞黄他们这竞标啊，别提多高兴了。所以啊，量程所该后悔了。他们不要你们啊，是他们的损失。哎，那徐老师，后来这个筑城案之后，卓越所这名声是不是就打响了？也不算是吧。后来筑城案啊，就转给陶正他们了。我们是赚了一点，起码交得起房租，也用不着再用炸力胶糊窗户了。那如果这么说的话，筑城案对我们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且您也有经验。跟经验相比，我相信的是你，还有邱律师。谢谢。现在的你们比当时的我啊要强多了。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那绝对能合作愉快。干杯！回来了。先洗手吃饭吧。你吃吧，我不饿。怎么了？在外边吃过了？我就是没什么胃口。那也陪我吃点呗。为什么没胃口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最近，可能是太累了吧，不太想吃东西。最近都没什么食欲啊。那你是不是有点想吐的感觉啊？偶尔吧。怎么了？就是我是不是要当那个爸爸了？真是想什么呢？现在还来大姨妈，肚子疼着呢。别瞎说。那你就是食欲不振。喝点酸奶，开个胃。哎呦，我真的是要被你气笑了。我刚说完我大姨妈，你就给我从冰箱里拿一个冰酸奶。忘了，我给你捂啊。放那儿，一会儿暖和暖和的。行，那放这儿啊，一会儿热了你再喝。不过呀，你还是得吃点儿，照顾好自己身体。毕竟那个咱也准备要孩子呢嘛。全全，我可能暂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你可也知道嘛，我这律所刚刚成立，太多事情要忙了。你说，咱俩结婚那会儿，就没回老家。我妈我爸到现在，在亲戚朋友面前，还觉得没面子呢。妈退休了，想让咱早点要孩子，她又有体力能够一心一意的照顾咱孩子，这样她也不至于那么空了。那就有个寄托啊，这不挺好的吗？全全，我最近真的没办法考虑生孩子的事情。你说我这要是一生孩子，起码3年什么都干不了，生活和家庭的重心就全部都得移到孩子身上，我现在付不起那么大的代价。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干，我们也是没有问题的呀。而且妈说了，您事业心太强了，会很辛苦的。而且我现在工作也稳定了，咱也还能靠家里，这不挺好的吗？那我也不能永远都靠家里，靠你，靠你爸，靠你妈呀。为什么不能啊？我们是一家人，你是我老婆，你是我家的儿媳妇儿。全全，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我是你们家的儿媳妇，但我也是一个独立的人。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靠别人的，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也不可能让你养着，让你家里人养着。孩子的问题，过几年再讨论吧。我累了，我先回屋洗澡了。你吃完了，你就把这盘子和碗放在池子里，我歇一会儿就过来刷。啊。对了，我也把那个陈硕拿来那个筑城案管理人工作记录大致看了一遍。那前面不是梅先生和她丈夫办的吗？后来他们俩出事儿了，以陶正律师为首，大部分的合伙人都参与了，没什么问题。就唯一觉得有点奇怪，这方力宏怎么没参与进来啊？我也注意到这点。梅先生夫妇一出事儿，梁成所上上下下肯定乱成一锅粥了。他是梅先生的弟子，又是所里剩下的唯一创始合伙人，他忙着处理梅先生的案子，他没参与，我觉得倒说得通。我就是奇怪，老韩居然没参与。不奇怪啊，不奇怪。开讲。老韩呀，这在良辰所也没几个人待见他，人不加他玩，实属正常。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这许卓也在这个团队里，筑城的管理人费用有1000万以上，那按理来说，梅先生夫妇是良成所的创始合伙人，这么肥的活儿，他应该用自己的人，怎么能肥水流了外人田呢？梅先生之前总是说他特别认可徐老师，提前后进嘛。但是我认为啊，如果真要是有人因为筑城案这背后的巨大利益要陷害梅先生夫妇的话，那这个人应该还是良成所里面。那你说是谁能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啊？我没思路。要不咱们去问问梅先生？行。那梅先生，照您的意思是说，您当年办筑城案的时候，同时又接手了这个未成强奸案，后来您是在强奸案上出的事儿，筑城案也就转交给了陶正律师手里，对吗？准确的说，是在我们出事后，良成所呢受法院指派处理筑城案，陶正主办，但方力宏作为所里的负责人，实际上呢他也有参与。你是怎么知道筑城案的？怎么又关心这事啊？我之前可没说我不调查啊，我是说我要换另外一种方式。好吧，说不过你。今天你给我打电话以后呢，我也在努力回忆，但怎么回忆，也觉得筑城案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梅先生，您能把当时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筑城是一家专门生产管材的大型铸造民企。由于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我和老于受法院指派，成为筑城的破产管理人。我们顺利地提出了破产重整计划草案，也受到了法院的认可。但难的是，我们的方案必须要得到债权人大会的通过。我记得这个案子一共开过3次债权人会议。第3次召开之前，我和老于由于强奸案受到指控，被迫退出。后来是良成所接手，采用的还是我们的方案，顺利实现了破产重整。这就是全部经过。谁受益，谁就是最大嫌疑人。那在这个案子里，最大的受益人是良成所，所以良成所呢，确实是有陷害你们的动机。我想过，但我又觉得自己想多了。筑城案是良成所那一年接的最大的一个案子，容不得半点闪失。我们中途因为强奸案出了事，良成所只能接手。实际上所里并没有亏待我们，因为方力宏坚持前面的工作都是我们做的。最后的管理人费用，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将近30%。没准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呢。梅先生，有没有一种可能，良成所或者良成所的某个人是为了从您手里夺走筑城这个案子，才对您下的黑手啊？一般的律师
就算把我们扳倒，那他也挣不去。除非是合伙人，但是良城所的合伙人都是我和老于的学生，陷害老师，而且是往死里整。你们觉得呢？那我还有一个疑问，许卓当时也加入了管理人团队是吧？是。许卓当时可不是良城所的律师啊，良城所的律师有100多位，您为什么不用自己律所的律师，而是请了许卓呢？他2次被拘留，这你们知道吧？知道。而且好像他当时初创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那比我和邱华的现状惨多了。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他正好第2次出看守所，然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卓越所，因为他有涉嫌犯罪的污点，所以很难接到案子。我们欣赏他，想拉他一把，让他加入了管理人团队。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徐卓是出了很大的力的。那也就是说，筑城案成就了卓越所，许卓的第1桶金就是从这里来的，是吧？可以这么说。但在这个案子当中，他没有占到多大便宜。我们后来出事，良城所其他的人跟他没有深交，最后分配没有多分。汪李红、陶正、范一清、张一智。哎，你说老韩当年怎么没参与这筑城案？他要是参与了，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符合老韩的人设哈。哎，没准真就是他干的。不符合。我费那么大劲毁了你，那夺来的利益我不分一杯羹，那怎么行呢？这才是老汉。哎，对对对，还是你跟他工作时间长，你了解他更深哈。哎，不过你刚才为什么在梅先生那儿可劲儿的提徐老师啊？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确认一下事实。好吧。关于筑城案的事情，先别告诉许卓吧。为什么不告诉他呀？他是当年的知情人呐。咱们刚刚加入他的团队，我知道他欣赏你，但毕竟信任还没有达成。万一他要是对当年的事情知道些什么呢？谁知道他当时是站在哪一边的呀？肯定得站在梅先生那边啊！人家梅先生夫妇当年自己人都不用，选了他这么一外人，那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呀，他必须得站在梅老师那边啊。也不一定吧。过去这么多年了，这许卓跟梅先生也并没有发展出更亲密的关系，而且这次梅先生想要查出当年的真相，也并没有找他，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原因，咱们是不知道的。在没有看清楚形势之前，咱们就把事情说出来，那许卓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调查他呀？徐老师不至于吧？我觉得还是谨慎一下好。好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这案子上了手再说。一会儿前面你就给我放下吧。干嘛去啊？全全鼻炎又犯了，我催他去医院好几次，他也不去。我去药店给他开点药。他自己没手机啊？他得让你去买，自己上网买不就得了吗？那我买的跟他买的能一样吗？哟，这酸哟！行，我赶紧给你找地儿停吧。别说了，别说了。谢了，拜拜啊！拜拜。你慢点开。好。哎，罗正义，陈无良，在，有事儿啊？哎，老地方，见个面呗。约我是吧？那你要承认咱俩是约会的话，我就去。少废话啊，见不见？见，20分钟以后到啊。得嘞，挂了啊。黄瑞有出去一趟啊。找罗律师约会去，要你管。师傅，其实我觉得你跟罗律师挺般配的。啊？他说他是著名淑女，我是著名流氓，这配吗？那才配呢。那也是啊，黑白好坏、淑女流氓，这样这个世界才互衡。
别总盯着我啊！你学人语博，你看人家找自己喜欢的。哎，穿着都变了，穿挺好看的。当老板了吗？这著名淑女整天约著名的流氓，这是什么意思？看上我了？少贫啊！哎，我问你，你特意提醒我们筑城案的事儿，这事儿你怎么掺和进来了？听说你不是在查梅先生的案子吗？那如果是有人陷害了梅大良的话，这人肯定还在良城所，而且事情的起因肯定跟强奸案没有任何关系。据我分析，就是筑城案。那陈叔，我也善意的提醒你啊，我们3个可是因为这个丢了工作的，你就不怕自己被牵连进去？你们3个都能创业，我能没饭吃吗？那我们3个能跟你一样吗？就你挣那些钱，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挣的，成天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来回试探。这筑城案这事儿可复杂，你就不怕被人揪了小辫子啊？被人像当年搞梅先生那样把你给整死？放心吧，我真做事这么仔细。为了查这案子呢，我把这强奸案前后2年所有合伙人办的案子全都看了一遍，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在查什么案。前后2年的你都看一遍？你做这么缜密，你是图什么呀？图你？我真图的是你啊！别跟我说那些啊，没正经。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特意来就是想跟你说，你别管这事儿了，你管好自己。行，别磨叽了，知道。听说你正式去卓越所上班了吧？我们已经正式加入许卓团队了，跟他一起代理万和最大的债权人鼎新。哎，我们一出手，就把你们良城所想当破产管理人的美梦给搅了。我们指的是谁啊？我们所跟徐老师团队啊。不是这许卓有什么好的呢？这么爱出风头一个人，整天没事就上电视，要不就拍视频往网上传，生怕别人不认识他。我们所刚刚成立，跟徐老师这样的团队能学到很多东西。再者说了，通过这案子，我们还能挣到不老少钱呢。人家上电视、上视频，碍你事儿了。您怎么不说人家10几年如一日的扶持弱势群体，就这一点，就不知道比很多人强多少？很多人指的是我呗。我可没这么说。不是罗英子，你了解许卓吗？你刚刚提到游走于法律的边缘，那我现在告诉你，打擦边球这事儿，许卓他就是个专家。当年，许卓雇佣残障人士去开发票避税来着，这事儿你不知道吧？他注册了好几个公司，登记的这些法人还有财务全都是残障人士，然后他给这些残障人士开的薪酬，跟交的社保完全匹配不上，后来被这些残障人士起诉讨薪来着。你跟我说你跟他能学东西，你学到什么？究竟是谁走在法律的边缘？法治建设的完善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而且当年法律上解释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再者说了，当年卓越所成立，你知道一个律所初创有多难吗？你懂吗？我不懂，你懂就行了啊。你跟他认识几天呢？你懂得什么？你也讲给我听听。我当然懂了，我们律所就刚刚成立，遇到很多的难事儿，能遇到许卓老师就已经很不错了，不然我们现在可能还在吃糠呢。哎呀，行，罗英子，我发现了，自从你跟这许卓老师接触之后呢，你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语言啊，包括你的哎呀，反正一切吧，总之就是跟以前我认识罗英子不一样。今天是你找我来的，既然你跟我之间的事儿已经全都谈清楚了，那我就告诉你，现在我要撤了。哎呀，什么呀？没事吧？好好跟你说话呢，阴阳怪气。刘老板啊，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那剩下的30%就等你这边货款到了，一次支付了。我给你，如果违约的话，咱们违约条款上写的很清楚。哎，你看啊，就是挺好个氛围啊，就让你一句话给整贼冰冷。没问题。行了，谈妥了，各坐动，喝酒去。喂，哥，你们是外地来的，到这块是我的地盘，我安排，好不好？我安排。抢了，走，小邱，去吧。
一呀！这幸亏你把我叫上来，天天辅导孩子学习呀，太累。哎，你吃啊，一会儿都老了。哎，老薛啊，我真比那许多差呀。他就做了点公益，把那罗英子给迷的是五体投地，邪了门了。差太多了。人家温柔体贴，懂女人，要不能结3次婚，谁看见不上头？谁上头啊？有什么好上头的呀？一男的离了3次婚，从大概率上来说，你告诉我他是个什么好东西？那3次不算多，我一哥们儿离5次呢。要比这个吗？那罗英子不也离过婚？你有完没完啊？我请你吃饭找你挤兑我呢。你请我吃饭，你就点这么3俩破菜，你这我还不能挤兑你？你可以点菜呀，说点我爱听。不点了。罗英子跟你说了，说她喜欢许卓，没说，那不得了吗？那他也没说喜欢我呀，他就说把我当哥们儿。那一男的，谁有病啊？上赶着就为了跟这女的做哥们儿。哎呦，我说大哥呀，你怎么这么轴啊？从哥们儿到恋人，再修成正果，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跟你嫂子当初就这样，你得让人家姑娘们啊彻底放下对我们的戒备，咱才能得手。我就是觉得这罗英子啊，她反正跟许卓在一块合作，夸的我心里就不痛快，就不舒服。她欣赏谁不行，偏欣赏这么一假模假式的男的。别着急，肯定有人能帮你教训这罗英子。谁啊？假模假式那个，没看出来啊？就这许卓，什么呀？每天人五人六的装老师，他干的那些事儿，是判刑够不上，但都违法了。他是个律师，你一个律师，你成天踩着线挣钱，完了呢，你还跟人展示伤口。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社会，谁被捧上神坛，谁摔得最惨。你看着吧，早晚得出事儿，是不是？但是啊，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这罗英子啊，太理想化了，还真得有许卓这么个人，帮你给他上上课。得给他上上课。OK。你大爷就是你大爷，我哥就我哥啊！你说话我信。来，你说着说啊，不能骂人。喂，什么？啊，好的，我去拿。走了，哎，走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代理那名山案马上就发开庭通知了。弟弟，我今天从这儿走，这是个穷光蛋。我再进来的时候，我就是一暴发户，一个案子，直接财务自由。真的。哎，陈叔啊，我刚说那句话呀，你也慎重考虑一下。爬得高，摔得重，悠着点。知道了。哎，少带酱啊，喝酒吧。行，自己买单。你看这夏律师多厉害啊！这小样多拿人啊！这么多年啊，没见过一个女的像她一样有虎是不是？女中豪杰，这豪杰就是猛。我敬你一杯。那我必须得喝个白的。哎呦，哎呀妈！不是，虎吧这是这，哎呀，过来，女中豪杰。哥哥们，你们帮我做证明啊！啊。刘老板呢，已经向郝总支付了420万，那这个代理费应该是84万，还有差旅费呢。我这一路过来可不容易啊，一共是1300。行，着什么急啊？回去慢慢算。好，没喝多吧？没喝多吧？厉害吧？哎呀，我妹妹这律所这3个经营，这都厉害，长得也好看，人也厉害。你这以后啊，够你喝一壶的。这个郝总。给夏律师给的太少了。夏律师，你这么的，你上我这儿来，价钱你定，这现场挖人啊！哎呦，刘老板，您说这话我就必须得敬您一个了啊！我刚啊，我刚。哎呦，好久了。气氛到位，气氛大了，都定。刘老板，您真是慧眼识珠。是。但是我确实也是个人才。
必须的。等我忙完郝总这些业务，我把该挣的钱给他挣了，我就去带您。我们代表公司等你。一言为定。这又挖一桩生意。大哥啊，咱俩喝一个。来，咱俩喝一个。来。因为啥呢？就是说，我没想到哈，今天就那个，哎，好不好？你等我喝完这杯，我就敬你，我钱给了你，你上哪儿去？来，大哥，咱俩这边喝。来，好了。罗姐，你放心吧，我明天就回京北了，债都要回来了，现在和大伙儿喝酒呢。你悠着点喝啊，该兑水兑水。我跟你说过，在外面留着点心，啊，跟那群男的别硬扛。我知道，罗姐，我问你，这回要债，你服了吗？服，特别服。何止我呀，你秋姐都服了。真服了。你俩可别骗我啊！别把我当小孩儿。不是我骗你干嘛？这可是要债啊！我们已经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就等着你回来呢，给你庆功，保证有惊喜啊！我等着你俩惊喜。好了，不跟你说了，罗姐，我进去了啊，拜拜。夏律师这么厉害，怎么还哭啊？郝总，你刚刚在里边答应我要给我报销差旅费的，我给你数一数吧啊。这最大头的呢是租车费，然后是食宿费和火车票。我在路边吃拉面的时候，我让人也给我开票了。哎，我都拍下来了，我给你看看啊。不是，这不至于吧？怎么不至于了？啊，我可跟你说清楚啊，这些钱里是不包括周老板带人来保护我的开销的。这个人情呢，就得律所去还了。郝总啊，你这笔钱什么时候打给我？哎呀，你这小姑娘可真厉害呀，盯是盯老说。那可不。夏律师，我听张兰姐说，你之前也在国外。那哪年回来的？啊，回来3年了。听说你爸出事了。啊，是。我其实挺佩服你的，真的。你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你漂漂亮亮的，看起来弱不禁风。你竟然敢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而且3两下就把那帮糙老爷们给收拾了。这不都是为了郝总你吗？你的酬劳，一共是843250元。84万是报酬，3250差旅，里面的大头是租车的费用，对吧？记性不错呀，郝总。我这么辛苦帮你要账，你可不能亏待我。那当然了，我见过的律师里面，我觉得你是最厉害的，我最服你，真的。而且，我理解你，我觉得咱俩差不多。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也是每天就混日子。我爸没的时候，就觉得我好像被人从天上一脚踹到泥地里了。
现在还得回来，不得不接手他这些烂摊子。咱俩可差多了。你说的烂摊子，那可是价值几个亿的家业。你把这债要回来，那就是生意，那就是活路，是口饭，是好多好多口饭，够好多好多人吃呢。那你呢？你接手的叫什么？我这才叫烂摊子。不过我认了，我爸出事儿了，我妈也指望不上。不过还好，我还行。这车轮我能钻第1次，我就能钻第2次。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我心里高兴。谢谢。你们公司在这儿啊？啊，几楼啊？顶楼。对，好吧。啊，谢谢。啊，那我帮你把行李送上去。没事，你给我吧，送到这儿就行了。我走了啊。哎，夏律师，谢谢你啊，这几天辛苦了。没事儿，你记得把钱打给我就行。罗姐，我刚回所里呢，你们都不在啊？都去忙啦？你这都回来了？啊，我是来周老板这儿来了，我有点事儿。这样吧，你先回家吧，那个冰箱里我给你留了吃的。啊，那秋姐呢？咱们今天晚上还一起吃晚饭吗？罗姐，你昨天可是说好给我办庆功宴呢，要不我先订餐厅。秋华去见代理人去了。这样，过2天忙完了我们就给你庆功，好吧？那行。哎，那罗姐，我再给你汇报一遍我的工作吧。我们所打下郝磊这个案子能赚80多万呢，84万。我就知道你能行。这钱到账了吗？钱没到账可不敢作数啊。钱还没到账呢，但是合同上是那么签的。那我过2天再去催催吧。好，那你赶紧催催账。我先不跟你聊了啊，周老板马上来了，挂了啊。啊，好好好，你快去忙吧。妹呀！哟，周老板，又有啥事儿啊？哎呀，我今儿来呀，可不是来麻烦您的，我是来谢谢您的。哎呀，你下回要再这样，哥生气了啊！这么大的情我不还不行，我不还以后再见着您我没法张口说话了。我今儿来啊，想来帮您一个忙啊？
坐下来说。坐。周老板，您这做的生意能安全的经营到现在，也说明您很清楚哪儿是红线不能踩，是吧？可是这法治呢，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完善的。您今天的安全，昨天的安全，不代表您未来就不会受到法律的规范，是不是？我知道，您呢有很多事儿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毕竟啊，这曾经我也是想在一定程度上和您划清界限的。但此时您可是对我有2次大恩的人，我要是再跟您划清界限，那就是我的不对了。那话说到这份上，你说什么？哥听。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我现在手头上啊代理着一个经济连锁店的案子，那这个连锁店呢，它在京北和几大城市啊，差不多有40-50家的店，资产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了，资金链就断了。那为了还债呢，就不得不低价出手。周老板，你有想过转行吗？如果您想转行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雨怎么迷上了眼睛？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它不曾提起。飘飘荡荡，不着痕迹，轻语之间，它来去不语。我习以为常的宁静，是看不见的云给我隐蔽。那一片洁白的柔软的云朵，挣脱着风和雨，晴和阴的诉说，在明暗间来回的沉默的穿梭，一点微光会让它穿透。那一片爱情的口中的云朵，微笑那人世间的苦涩与过错，它懂我所有的笨拙和执着，在我们的天空